选择充电头，你是更看重大功率、多接口，能当桌面电源中心的全能型选手，还是更想要小巧便携，还能智能保护电池健康的随身快充头？没错这2年充电头的升级已经不只是卷功率、卷协议了，而是进入了细分市场，有的开始加入屏幕，有的开始增强便携性，甚至有的还能蓝牙连接手机、修改充电策略以及 OTA 升级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测测最近2款酷泰科很有代表性的旗舰充电头，最高100瓦的酷泰科6号平显充 Ultra， 以及最高120瓦的酷泰科10号 Ultra 充电器。从外观、屏幕交互、便携性到多口功率分配实测、协议兼容性，再到烤机测试和发热表现，来看看它们到底适合哪些使用场景。更重要的是，哪一款才更适合你呢？首先在外观上，2款都采用了酷泰科的双材料拼接家族化设计，整体风格比较统一。6号 Ultra 的体积大约是10号 Ultra 的65%左右，重量分别为172克和235克。接口方面呢，6号 Ultra 是2CEA 设计，而10号 Ultra 则为3CEA。2款产品也都自带一块小屏幕，可以显示当前总功率、单口功率以及一些充电状态和产品设置。这个我们稍后会详聊。不过2者在屏幕信息上也有一些不同，10号 Ultra 多了一个温度监测，而6号 Ultra 则加入了一个电子宠物形象，叫 Coolbot， 它会在待机、充电中、快满电等不同状态下显示不同的表情，就是感觉让这颗充电头多一点装饰属性跟情绪价值吧。接下来我测试了2款充电头的单口和多口功率分配。先说单口模式如果走市面上最常见的 PD 协议，6号 Ultra 的2个 C 口最高都可以输出65瓦，而10号 Ultra 这边 C1 和 C2 最高可以输出100瓦。但如果是走 PPS 协议或者小米的米 PPS 私有协议给支持的荣耀、小米手机充电时，2款的单口最高功率6号 Ultra 可以到100瓦，10号 Ultra 可以到120瓦。所以如果你主要是给手机、平板、掌机或者 MacBook Neo 这类轻薄本充电，6号 Ultra 其实已经够用了。但如果你有大功率笔记本比如说部分游戏本或者 MacBook Pro 这类设备，那6号 Ultra 的 PD 65瓦呢就会有一定瓶颈，这时候10号 Ultra 就会更合适。接下来是多口输出测试，先说说6号 Ultra， 在默认模式下双口同时使用时，较高功率的 C 口如果走 PPS 或者米 PPS 协议，最高可以输出67瓦，如果是走 PD 协议，最高则是45瓦。剩下的另一个接口呢，无论你是插 C 口还是 A 口都是最高22瓦。在我的实际测试中，当我分别接入一台100瓦的笔记本和一台60瓦掌机时， C1 C2 呢分别分配了44瓦和 19.4瓦，算上电压转换损耗基本符合官方标注的功率分配。我也用手头的 iPhone 16 Pro 跟17 Pro Max 测了一下，它们的分值功率分别在30瓦与40瓦，前半段的平均功率大约是分值的60%到70%左右。充到50%电量iPhone 16 Pro 大约需要30分钟，17 Pro Max 大约需要20分钟。而在3口全部使用时，大功率 C 口会根据设备协议不同，继续维持在67瓦或者45瓦，剩下的2个口呢则会共享15瓦总功率。在我的测试中3个口实际分别为44瓦、6.1瓦和7瓦。除此之外呢，6号 Ultra 还有一个苹果放心充模式，它可以读取 iPhone 15之后的 C 口机型的实时电量和机型信息，然后动态调整充电功率和电压，并且会把电池的充电上限控制在大约95%，这样可以避免手机长时间维持在100%满电状态，理论上对电池健康会更友好。在这个模式下呢，单口和双口的最高输出功率呢都会被限制在22瓦。我猜这个限制呢主要是为了降低充电时的发热量，所以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呢主要是为了充手机等中小功率设备，或者想一台手机用得更久，尽可能延长电池寿命，不介意牺牲一点点充电速度的话，那这个功能呢确实有一定实用价值。不过需要注意就这个功能是不会自动关闭的，所以如果需要充大功率设备的话，需要再手动关闭。OK， 再说回10号 Ultra， 这款最厉害的地方呢，不是单纯功率比6号 Ultra 更高，而是它的多口功率分配逻辑可以通过手机的米家 App 来调整。它提供了几种不同的充电模式，首先是数码生态模式，这个模式比较适合同时给不同协议、不同功率需求的设备混合充电。比如在我的测试中呢 ，C1 到 A 口分别连接了60瓦掌机、38瓦无人机电池、30瓦 iPhone 16 Pro 以及30瓦的 MacBook Neo。这14个口的总功率呢，分别为 C1 44瓦、C2 38瓦、C3 加 A 口共17.9瓦，总输出约100瓦。
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因为我是在加拿大测试，这边的电压是110伏，相比起国内的220伏呢，转化效率会低一些，所以国内朋友实际在使用时呢，多口的总功率可能会比我测的略高一些。然后是极速单出模式，顾名思义啊，它会优先保证 CA 口的功率，这个模式比较适合像笔记本、掌机等大功率设备快没电，需要快速回血的场景。在这个模式下呢，同样的测试设备啊 ，CA 的功率提高到了56到60瓦 ，C2 略有下降到19.5瓦 ，C3 加 A 口呢依旧为17.9瓦，总输出在90到100瓦之间。然后是均衡输出模式，这个模式会尽量保证 C1 和 C2 口的速度，把功率分配的更加平均一些。在同样的4台设备下呢，它的表现和数码生态模式较为接近 ，C1 和 C2 分别分配了44瓦和36瓦 ，C3 和 A 口依旧合计17.9瓦。当然，如果你平时懒得去手动调整啊，10号 Ultra 也提供了一个 AI 智能模式，这也是它默认的使用模式。它会根据你连接设备协议的不同呢，自动从以上的3种模式中进行选择。在我的测试场景中，它选择了和数码生态模式相同的策略，总输出可以达到100瓦左右。这里呢，我也测试一些其他的设备组合，比如说苹果全家桶，或者拿几台掌机同时充电。它每次给出的策略呢，都会根据设备的不同有所调整。在110伏电压下，最高时能跑到110瓦。另外，10号 Ultra 呢，虽然没有6号那种放心充设置，但是你也可以在 App 中给每个口设置延时关闭时间，防止设备在满电后啊也一直通电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电池健康。这种可以根据使用场景调整的动态分配策略呢，就是10号 Ultra 和普通多口充电头最大的区别。接下来我也测试了多口充电时是否会因为插拔导致断连的情况。基本上呢，两款快充头的 C 口之间的插拔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导致断连的。而 A 口由于需要跟其中一个 C 口共享电路，在插拔时呢，会出现单 C 口或者单 A 口重连的情况。这里6号 Ultra 呢有一个设置啊，就是可以让 C2 和 A 口共用5伏电压，以限制 C2 口升压为代价，换来 C 口插拔时 A 口不断连的效果。但是在我的实际测试中呢，确实可以不断连啊，但是会对 C2 与 A 口的功率有一定的限制，所以推荐在使用无内置电池的小功率设备，防止它因为断电重启的场景下开启这个功能。但像 Switch 2、部分笔记本等对 PD 握手比较敏感的大功率设备，仍然可能因为功率重新分配或者设备自身策略触发重新握手，这点就不是充电头能左右的了。最后是协议兼容性，这两款呢基本都支持市面上的主流快充协议，同时也都支持小米私有协议。这里我整理了一个表格，大家可以直接参考。接下来我也测试了两款充电头在单口 PD 协议满载功率下的30分钟烤机测试，其中6号 Ultra 激活的是20伏 3.25 安65瓦功率，而10号 Ultra 则为20伏5安100瓦功率。在室温20度的环境下，两款快充头的待机温度都为24度左右，充电15分钟后外壳温度提升到了48度。不过10号 Ultra 的接口区域呢温度会更高一些，达到了58度，而在充电30分钟后啊，两款的外壳温度都在57到58度左右。这时接口温度方面呢，6号 Ultra 为62度，10号 Ultra 则来到了72度。通过捕捉到的数据来看呢，两款充电头在各自单口 PD 最高功率下都没有出现过热保护或者降功率的情况，整体散热和稳定性表现呢还是比较理想的。在文模表现上，两款快充头的控制都很出色。在单口 PD 最高功率下，6号 Ultra 为平均32毫伏，而10号 Ultra 则为20毫伏，远低于标准的200毫伏啊，也就意味着对于电池的伤害较小。所以综合以上测试呢，我认为6号 Ultra 更像是一款为随身携带以及手机、平板用户准备的快充头。它的优势很明显啊，体积小、重量轻、有折叠插脚。对于小米、荣耀用户来说，私有协议下最高100瓦的输出可以带来很快的充电效率，而在 PD 协议下最高65瓦的输出也足够覆盖大部分手机、平板、掌机，甚至像 MacBook Air 和 Neo 这类轻薄本的充电需求。再加上针对 iPhone 系列的放心充模式啊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用户的电池健康焦虑。总的来说呢，如果你不是性能本用户啊，出门时不会携带太多数码设备的话，那6号 Ultra 大概率啊就已经够用了。而10号 Ultra 呢，则是另外一种思路，它的便携性相对弱一些，但换来的是更高的120瓦功率、3C EA 接口、更灵活的多设备充电管理能力，以及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 OTA 升级，优化未来体验。如果你的设备比较多啊，出门时会经常携带像笔记本啊、掌机、平板、手机、相机等设备，或者你本身就是喜欢折腾的硬核用户，能在不同功率策略和配置里找到乐趣，再或者你寻找的是一台家用桌面电源中心，那么10号 Ultra 呢会更适合你。OK，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以及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波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